等宝宝出生后，他学习了几个月的知识，用到宝宝身上，他要当一个合格的奶爸。海童松开了搂住他的手，要侧身。战印也松了手，让他得以侧身。然后他在他脸上落下无数细碎的吻。老公，有你在，我和宝宝都会好好的，不用太担心。亲过他后，海童柔声安慰着他，你可是我的依靠，要是连你都紧张兮兮的，我也会跟着紧张，反而不好。听他这样说，战印立即说道，彤彤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们的。好，我不紧张兮兮的了。他再次轻摸着他隆起的肚子，这个孩子应该会稳重点的，他没有那么调皮，觉得胎动没那么厉害。海童想说胎动厉害的时候，他没有跟他说，想到说了他又会紧张，海童就不说了。夫妻俩腻歪了一会儿后，海童就催着战印去做事了。等会儿咱们就要去医院了，要不我自己去吧？不，我陪你去，每一次产检都是我陪着你去，这一次怎能落下？战印说过要陪着他一起的。海童无奈，好，让你陪着，你先把重要的事情处理好，我再看会儿书。在他脸上亲了亲后，战印才起身走回到办公桌内坐下来，看了一会儿书。海童想到了什么，从包里拿出手机打电话给姐姐。彻底退烧了吗？凤晴右臂上的刀伤反而不严重，在海边吹了那么长时间的海风，受寒了，重感冒，退了烧后咳得严重。退烧是退烧了，就是咳得特别严重，挂着点滴，吃了药都还咳。海童说道，咳嗽是有点难好的，再看2天吧。要是一直那么严重，过2天程医生过来帮云初复诊，我问问程医生愿不愿意给他瞧瞧。这里是江城最好的医院，可本就难好，需要一个过程的，先看2天吧。程医生未必愿意去给凤晴看病，而且凤晴现在还住在医院里。程玲玲，不，我很乐意到处飞，给人看病，不管是大病小病，只要找到我，我都乐意去看看。反正她就是要到处飞，不想在家里当宝妈。小君飞现在哭得更大声了，也是被老神医宠坏了，没有人抱她就哭个不停，抱着还不行，还要走来走去，走到外面去看风景，回屋里就哭，就算是下雨天都要打着雨伞抱她出去看风景，是个不肯待在屋里的，除了饿了困了能抱她回屋，其余时间必定要在外面浪的。军秦嘀咕，他夫妻俩不是爱玩的人，怎么生了一个那么爱出门爱玩的儿子？程玲玲不敢说她从小到大都是爱玩的，小时候的她也是整天不着家的，到处跑，到处闯祸，经常折腾师傅养的那些草药，然后就被师傅追着打。儿子怕是继承了他小时候不着家的性子吧。洋洋最近怎么样？由于凤晴已身诱他的3个哥哥入局，这几天海玲的神经同样绷得紧紧的，都没有时间打电话给儿子，老样子就是跟周家那边似乎又闹僵了。海童说到周红林打电话给他，他会接听，他爷奶来看他，他很不欢喜的样子，也不喜欢去周家，他们的电话他也不想听。周红林的老妈和姐姐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，铁定是他们俩反复在洋洋面前说你和姐夫的坏话，洋洋才恼了他们。过年那段时间，洋洋回周家住了几天，已经开始亲近周家的了。谁想到那对极品母女又在洋洋面前胡说八道，让洋洋又不想亲近周家了，就是对周红林都没有那么亲热。洋洋私底下对小姨说他爸爸没有陆叔叔那么厉害，小家伙的意思大概是觉得周红林始终都处理不好家事吧，不够强势，一直被亲情牵制着。陆东明也不是不在乎他的家人，他也重视亲情，但他有主见，也强势，他的事家里人知道就行，但不要对他指手画脚的。周红林当然无法和陆东明相提并论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我在电话里也和周红林长谈过，那是他的亲妈亲姐，他能怎么办？以前他和周红林还没有离婚时，
他和公婆还有大姑姐也闹过矛盾。周红林不会调解，只会拉偏架，说他爸妈姐姐都不容易，要他多包容一点。公婆身体不舒服住院的时候，他当儿子的说工作忙，没有时间照顾父母，都是叫他去尽孝心的。一句话，周红林就是个孝心外包的人。经历了那么多，他是改了一点，但根儿就那样，无法改得彻底，这辈子就是那样的了。彤彤，大姨知道凤晴受伤的事吗？我告诉大姨了。江城那边发生的事，海玲会跟妹妹说，免得妹妹担心。就算她不说，阿七也会说的。阿七如今是跟着她了，她对旧主战印依旧恭敬有加。若是海彤想知道姐姐的近况，阿七会老实说。为了不让阿七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一般发生了什么事后，海玲都会告诉妹妹。大姨有说什么吗？海彤答道。大姨沉默了一会儿后，说凤晴是个三观正的人，叫大姐多去看看凤晴，还说以后凤晴和方先生结婚时，记得请她这个表姐去喝一杯喜酒。我每天都会去看看她的很多事情，我也要向她请教。虽说凤晴没有正式担任过凤家的家主，但她回到凤家也有3年了，跟在凤月身边学到了不少。她和海玲本就在交接中，我听凤晴的意思是，等交接完，她可能会去管城定居。她说她其实不喜欢冬天太冷的地方，她喜欢我们那边的冬季，不算冷。海彤却觉得凤晴不会在管城定居，哪怕凤晴在明事里，在大义灭亲，她都是凤月的亲生女儿。凤月的死是横在凤晴和他们这些人中间的一道鸿沟。凤晴做事有分寸，海彤现在大腹便便的，连自己的生意都没有精力去打理了呢，哪里会分心去管那些？也不到他管。个人有个人的因果，种了什么样的因，就会结什么果，都得自己受着。随便干涉别人的因果，对自己反而不好。姐妹俩聊了一会儿，海彤便说道：姐，我要去做产检了，改天等你有空了，咱们再煲煲电话粥。对了，这个周末我会让人送洋洋过去跟你团聚一下。小家伙想妈了。好。海玲应允。结束通话后，海彤将手机放回包里，然后挽住包，人跟着站起来，对办公桌里的男人说道：老公，快到时间了，咱们走吧。好，马上。战印飞快地在文件上签上他的名字，再盖上公章，然后合上了那份文件，拿着文件起身走过来。夫妻俩一起出的办公室，战印拿在手上的文件交给了他的秘书。秘书没想到总裁亲自拿了文件出来交给他，他想着等会儿就进去问一问的。他目送着自家老板陪着总裁夫人走了，老板那小心翼翼的样子让秘书严重怀疑老板被换了个心。自从有了夫人后，一次次刷新了他对老板的认知。战印夫妻俩刚下到1楼，听到后面传来了急促的跑步声，他们本能的扭头看，却是苏南。苏南一改平时那稳重的样子，跑得飞快，甚至从他们面前跑过时都没有停一下，更没有问一句：苏南，出什么事了？战印大声叫喊问道。他认识苏南那么多年，不曾见过苏南这般紧张慌乱的。海彤心里涌起了不好的预感，该不会是沈小军出事了吧？沈小军现在已经不回书店里看店了，两个人一合计，请了一名店员，每天过去开门。如今他们不是想赚钱的了，是考虑到那么多学生需要买东西，不想让学生们跑得太远，在学校门口能买到他们需要的文具、资料等东西，挺方便的。故而就算两个当老板的都不回去看店了，也不想让书店关门。小军肚子痛，去医院了，医生说他会早产。这句话是苏南丢回来的，他人早就跑出了办公大厦。海彤脸色一变，果然是好友出事了。沈小军怀孕的月份比他大1个多月，他7个多月了。沈小军满打满算的也就35周左右，离预产期还有1个月呢，怎么会突然间早产的？
顾不得那么多，海童抱着肚子就往外跑，吓得战印啊，心都要跳出来了。他几步就追上爱妻，拉住他不让他奔跑。彤彤，你别跑，小心摔着了。沈小军已经送去了医院，想来不会有事的，苏南也赶过去了。战印安抚着爱妻的情绪，他也担心，那是好友的老婆呢。慢点走，我扶着你。战印怕松开手，老婆又跑起来，便扶着他走，边走边安慰他，小军的月份比你大1个月过几天，现在应该有34、5周了吧，虽说还是早产，宝宝应该也没事的。现在医学发达，早产的孩子放在医院的保温箱里，小心照顾喂养，也能养活的。海童边往外走边说道，小军现在应该是35周，我是说他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早产的？会不会是在家里摔着了？还是他乱吃东西，吃了活血催产的食物？战印说道，应该不会，苏南的表姐是他的营养师，天天都盯着呢，不会吃错东西的，除非他偷偷的吃。夫妻俩顿时都不说话了。孕妇的嘴巴很奇怪，想吃一样东西时特别的想，就一定要吃到嘴，有时候想吃的水果都不是现在这个季度会有的呢。海童自己都试过这样，有一次他半夜3更醒来，特别想吃扣肉。战印这个宠妻狂魔当然要满足他，只是半夜3更的去哪里给他弄扣肉呀？最后还是战印开着车跑到自家酒店，叫醒厨师，给弄了1盘的扣肉，让战印打包回家。可是他打包了扣肉回家后，海童忽然又不想吃了。小军应该不是吃错东西的吧？他应该知道有些食物是不能吃的，都要当妈妈了，家里又有营养师，沈小军应该不会犯那样的错误。别胡思乱想了，去医院问问就知道了。反正他们都是要去医院的。等战印夫妻俩赶到医院时，沈小军已经进了分娩室。分娩室外面站满了苏家的人，还有比战印夫妻俩早到几分钟的沈家人。苏南紧张至极，在分娩室门口走来走去的，嘴里不停地念着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小军少受罪，早点生完。见他那样子，战印都不好问他。他问苏太太，阿姨，小军怎么会早产的？苏太太答道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医生检查了一切正常，说他就是正常生产，可能是孩子着急出来看这个世界吧。小军没有摔倒过吧？有没有偷偷吃了不能吃的东西？海童问道。没有摔倒过，也没有偷吃不能吃的东西。他月份大了后不再去店里，我也不出门了，天天在家里陪着他的，几乎是一刻不离他身。他没有时间偷吃，除非躲在房里吃了。苏太太不会随便进儿子儿媳妇的房间，但我刚才问了苏南，他说绝对没有的事。小军自己也没有说乱吃东西，他就是正常的肚子痛，羊水破了。来了医院，宫口都开了5指，简单检查一下后，就匆匆进了分娩室。彤彤，你别太担心，小军的胎位正，会母子平安的。苏太太安慰着海童，她心里其实也在担心，毕竟是早产，都不足月，这个长孙也太着急了点儿，在娘胎里多待2、3周都足月的了，却要提前跑出来，弄得人仰马翻的。好在待产包早就准备好了。彤彤，你要不先回去，等小军生了，我再给你报喜。苏太太看到海童脸色略显苍白，那是担心紧张所致。海童又挺着个大肚子，生怕海童会被儿媳妇的早产吓得也早产。阿姨，我本来就是要来医院产检的。苏太太立即说道，那你先去产检。小军是第1胎，刚进去应该没那么快的，等你产检完了再过来，他应该就生了。战印也担心爱妻被沈小军突然早产吓到早产，低声劝着海童先去产检，在这里也帮不上忙。海童被大家反复劝说，终是决定先去做产检。
站印扶着她去做产检。小夫妻俩刚走开，分娩室的门开了一边，一名护士站在门口叫喊：“沈小军的丈夫来了吗？”“我是。”苏楠赶紧应着，箭步窜到了护士的面前：“医生，保大，保大，一定要保大。”他后面的一堆家人也异口同声地应着：“对对对，保大，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保大。”护士：“孕妇一切正常。”是孕妇痛得难受，她说要她老公进去陪产。众人松口气，苏楠就要往里钻，护士拉住她，要她先跟着去换了衣服，才带着她进分娩室。沈小军痛得嗷嗷叫，看到苏楠进来，等苏楠进前了，他抓住苏楠的手，就在她的手背上咬了一口。痛死我了！苏楠，都是你害的，我不要生了，太痛了。生娃那是10级阵痛，是我害的，不生的。咱们不生了，生完这一个以后都不生了。苏楠叠声应着，老婆，你咬我吧。他俯下身来，让沈小军咬他的手臂。沈小军还真咬了，医生让他使力，他便使力，深呼吸就深呼吸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苏楠戴着的口罩遮掩的面容越来越苍白。怎么宝宝还不出来的？宝宝呀，你既然要提前来报道，就不要再折腾你妈妈了，她怀胎9个月可不容易，辛苦着呢。要生了，你都还折腾她。苏楠不停地在心里默念阿弥陀佛，保佑他老婆平平安安的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苏楠没有空也没有心思去看时间，他只觉得像过了1个世纪那么长，终于听到医生说出来了。很快他便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，哭声清脆，就是不够响亮，可能是早产的原因吧。是个男孩，医生告诉夫妻俩，6斤3两。咚一声闷响，吓了所有人一跳。原来是苏楠在儿子生出来后，她竟然晕了过去。这还是她那个文武双全、胆大包天的老公吗？在外面等得脸色都变了的众人，好不容易看到门开了，一众人瞬间全都围过来。谁想到被架扶着出来的却是晕倒的苏楠。沈妈妈一下子双腿发软，就要跌倒了。沈晓峰连忙搀扶住母亲。妈，沈妈妈泪流满面，你姐姐她以为沈小军出事了，女婿是受不住打击晕倒的。别说是沈妈妈这样想的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那样想的，都知道苏楠和沈小军的感情极好。若是沈小军出了事，对苏楠来说真的是天塌了，他会活不下去的。恭喜，产妇已经平安生产，是个男孩，6斤3两。架扶着苏楠出来的是麻醉师以及一名护士。护士看到众人，习惯性的先报喜，然后才解释她老公可能是吓到了，孩子平安落地后他就晕了，你们过来帮忙扶他到那边去休息，产妇没那么快出来。闻言，众人立即转悲为喜。软了双腿的沈妈妈一下子就有了力气，她站直了身子，也不用儿子扶住了，上前几步走到护士跟前，关心地问：护士，宝宝早产的，需要住保温箱吗？护士答道：等会儿送去保温箱观察一下，检查过一切正常后，就可以回到妈妈身边了。宝宝有6斤多，35周也不算太早产，宝宝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。要是足月的话，这个孩子能上到7、8斤重，早产都有6斤3两。苏腾从麻醉师手上扶过了苏楠，将苏楠带到一旁去，放他坐下，靠着椅子，然后撇下苏楠，都去等着宝宝出来。苏沈两家人都很开心，沈小军突然早产，搞得大家人仰马翻的，还好母子平安。开心的两家人，没有人去推一推苏楠，由着他靠着椅子继续晕着。等海童做完产检过来时，沈小军已经从产房出来，回到了高级 VIP 病房里。小军，海童知道好友母子平安，提着的心总算能放下来。因为担心沈小军，
她做产检时，脸色还有点苍白，医生以为她不舒服呢。海彤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还大着肚子。沈小军来医院之前，她交代过婆家人，暂时不要告诉好友，免得好友担心。海彤怀孕7个多月了呢，她这么好的身体都早产了，万一海彤知道她早产，吓到了也跟着早产怎么办？她的宝宝好歹有35周了，彤彤肚里的小家伙还不到30周呢。我本来今天上午就是要过来做产检的，战印陪我过来，刚好在公司里看到苏南疯跑出门，战印问了他一嘴，他说你突然早产了，吓得我呀赶紧跟着过来了。我到医院的时候，你刚进产房，说没那么快生，我便先去做产检。他在床前坐下，脸上已经有了笑意，小军，恭喜你喜得贵子。沈小军也笑，谢谢。宝宝要在保温箱待多久？海彤关心地问。虽说有35周了，但还是属于早产，早产的风险仍然存在。我在产房里听到医生说孩子很健康，各项指标都正常，送去保温箱估计就1-2个小时可以了。那就好。这下子海彤彻底放下心来，她看向了隔壁床上躺着的男人。沈小军也看过去，他有点好笑的道，苏南居然吓晕了。我刚生完他就晕了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他那是紧张，担心神经绷得太紧。你平安生产，他紧绷的那根弦放松，人就晕了。他也是太在乎你。沈小军现在的状态看上去比苏南都要好。这个时候苏南悠悠醒转，睁开眼看到白色的天花板，他还没有回魂，愣愣地看着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瞬间就从床上弹跳起来。你小心点，别摔着了。沈小军见状连忙说他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苏南几乎是扑过来的，生怕眼里只有沈小军的苏南不小心碰到海彤。战印赶紧挡在海彤的身侧，老婆，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我们以后都不生了，就生这一台。苏南捉住沈小军的一只手，叠声说道，女人生孩子太痛了，也有风险。平时总听人说女人生孩子时一边脚是踩在鬼门关的，她陪产了1次，真的吓到了。天知道她当时有多害怕，很怕他的老婆会发生意外。还好都过去了，母子平安。但这样的事他不想再来一次，就生这一胎，有个孩子就行，不想要2胎3胎的了。反正他们苏家人口兴旺，壮大家族的任务又不需要他一个人来挑。不生了，再也不生了。虽说顺产恢复得快，熬过了最痛之后，便满心都是母爱，沈小军还是觉得生孩子太痛了。2胎不2胎的，反正他这几年都不会考虑，娘家和婆家估计也不会催他。海彤悄悄地碰了碰丈夫，夫妻俩悄悄地出去，不想打扰好友夫妻俩。苏家沈家2家人在小厅里已经在商量着孩子取什么名字了。这个时候宝宝被苏太太抱了回来，苏家的家主夫人跟着她一起，看到妯娌当奶奶了，家主夫人羡慕地道，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当奶奶。苏太太笑道，大嫂还担心什么？苏腾都结婚了，小夫妻俩现在想过2人世界，由着他们。过2年他们肯定会要孩子的，只要他们不说丁克，大嫂当奶奶那是早晚的事。家主夫人笑，也是，那是早晚的事。就是她还是很羡慕，人也是那样，有了一样又想拥有更多。当初家主夫人只求长子能够遇到她的天命之女，像正常的男人那样结婚，她就心满意足了。等到苏腾真遇到了她的命定之女，并且领了结婚证，家主夫人心愿达成，又开始盼着抱孙。以后苏腾夫妻俩若是生了儿子，她肯定又会想抱孙女，会催着儿子儿媳妇2胎拼个女儿的。看到孩子被抱回来，大家立即又围过去看，人太多，
能挤到最前面看宝宝的只有2家的长辈，平辈们都得给长辈让路。海童也想去看看小宝宝，战印拉住他：彤彤，我们明天再过来看也是一样的，今天人太多了。战印看了他的肚子一眼，海童笑：好吧，有新生儿出生就是大喜事。大家的脸上都有着笑意。担心妻子的战印跟苏南的父母说了声，便带着海童离开。一路上，海童都在说着小宝宝的事。明明他都没有看到沈小军的儿子。老公，你说小军的宝宝像他还是像苏南？战印答道：反正不是像他便是像苏南，也可能急着父母的优点来尝。他不也没看到小宝宝的样子，哪知道长得像谁？苏南夫妻俩的孩子当然是像他们了。孩子一天一个样的，稍微大一点了才能看出他最像谁。海童嗯着，对了，我打电话给小飞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沈小军应该没有来得及告诉好友们，他又担心沈小军也没有想起打电话给商小飞。战印叫他上车后再打电话，医院里人来人往的，人太多了。海童忍着等上了车，他立即打电话给商小飞。商小飞在公司里忙得脚不沾地的，3个人合股的公司，现在只有他一个老板能够回公司管事的。海童和沈小军都挺着大肚子，就算他们俩要回公司上班，商小飞也不会让他们上班。养胎最重要，他未婚未孕，忙点累点没事。好一会儿，商小飞才接听海童的电话。彤彤。商小飞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在翻看合同。在他对面坐着几个人，他们是过来和他们公司签合同的。小飞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小军生了，母子平安，我刚从医院回来。闻言，商小飞惊喜不已。小军生了吗？不是，他不是还没到预产期吗？我记得他好像还不到9个月吧，怎么这么快就生了？开心过后，商小飞记起好友怀孕还不足月的，咋这么快就生了？早产了啊？商小飞连忙问，摔着了，还是乱吃东西了？他虽然还没有结婚生娃，但他嫂子从怀孕到生娃，经历过什么，他都看在眼里。孕妇不能吃有活血功能的食物，那样容易导致流产或者引起早产。他说都没有，就是早产了。可能是宝宝是个急性子吧，想早点出来看这个世界。母子平安就好，孩子不用放保温箱里吧。观察了2个小时，孩子发育正常，虽说早产也有6斤3两，要是足月出生，估计最少也有7斤半。商小飞笑道，男孩子的骨架大吧，我侄儿出生也有7斤多。那我签完了这份合同，就去医院看看他。彤彤，你也要小心点。商小飞提醒自家表妹。海童现在都不敢说自己身体很好，不会早产的话了，因为沈小军的身体也很好，还不是早产了。知道了，我以后会更加小心的，不会再到处去了，无聊时就在院子里散散步，或者看看书，写写字的。胎教从胎儿子就开始培养宝宝爱看书写字，以后长大了说不定是个学霸呢。海童自说自笑。商小飞笑道，你夫妻俩都那么聪明，那般优秀，你们的孩子不会差到哪里去的。那可不一定，多少夫妻俩都是学霸的，生的孩子却是学渣，也有一家子都是聪明的，却也会生一个普普通通，科科考试都不合格的。祖坟不可能一直冒青烟的吗？商小飞说道，别人家的祖坟是不会一直冒青烟，但你婆家的祖坟就一直冒青烟，他们家代代都生聪明人。你看你老公这一代有笨蛋吗？放心吧，我那小外甥绝对是聪明绝顶的，跟你老公一样，以后是人中龙凤。海童说道，我只要孩子健健康康，平安快乐长大就行，其他的不是很重要。就算他的孩子会相对学霸们笨一点，也没事。战印这一代有兄弟9个，总不能个个都生笨蛋吧？总有人的娃儿特别聪明的。
聪明的、最优秀的那个不就是接班人？健康最重要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。以战家的财力、人丁兴旺来看，就算我外甥稍微平凡一点，战家也不用担心没有接班人。当然了，私心里商小飞还是希望战家下一代的接班人是他的外甥。商家与战家如今是亲戚，是他和海童表姐妹的关系。商家的下一代接班人大概就是他的侄儿了。若是战氏的接班人不是他的外甥，两家才好起来的关系会不会又回僵？毕竟不再是商家的亲戚当家。这些话商小飞没有说出来，免得海童有压力。站在表姨的角度来看外甥，他也是觉得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小飞，你在忙吧，你先忙，不打扰你工作了。这段时间真的辛苦你和君然了。商小飞忙得团团转，君然心疼未婚妻，能帮的都帮他。他的能力比商小飞更强一点。有时候商小飞偷懒，就将自己的工作扔给君然帮他处理。跟他做了这么久的未婚夫妻，君然对于未婚妻的生意早就了如指掌，他就是为了随时能帮未婚妻解忧解愁，才分心去了解未婚妻的生意。彤彤，你别老跟我说这些客套话哈，咱们不仅仅是表姐妹，还是最好的朋友。你和小军都是我的好闺蜜，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，不过挺重情的。重情可以说是优点，也可以说是缺点。有时候重情的人会因为太重情而犯错。海童笑，好，我不跟你说客套话了，我挂电话了。他赶紧结束通话，不想再占用表姐的工作时间。商小飞心情好，他审核过合同，确定无误后，很爽快地和合作商签了合同。签完合同后，他歉意地对合作商说道：本来我想留你们喝杯茶，再请你们吃晚饭的，刚才接到彤彤的电话，我朋友生了小宝宝，我想去医院看看他，改天再请你们吃饭吧，我让秘书送你们出去。几个人笑道：那是好事，商总先去看望朋友吧，我们也不打扰商总了，有空了我们请商总吃饭。这家公司的老总有3个，都是女人，平时他们与人谈生意鲜少会请客吃饭，不是他们不想请，而是只要他们请客吃饭，他们的男人都会撇下手里头的工作跑过来陪着。他们的男人个个都是商界的大佬，都是豪门大族里的少爷，跟他们同桌吃饭压力纠增，山珍海味吃着都不香了。他们应酬，除非他们主动要喝酒，否则合作的老板们也不敢要求他们喝酒，怕他们背后的男人。开玩笑，战总冷冰冰的眼神能冻成人的，他们可不想被冻成。商总的未婚夫瞧着温润如玉，实则上是个笑面虎。能负责风尘集团在管城的所有生意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个暖男？人家军武少是在商总面前才是暖男。商小飞又和他们一一握过手，亲自送他们出了办公室，再吩咐秘书送他们出去。等秘书送几位合作商出去后，商小飞扭身就回到办公桌前，收拾了一下桌面，关掉电脑，然后拿起他的包就往外走。在外面遇到了送客回来的秘书，秘书本能地问：商总，你要去哪里？马上到时间开会了，会议改到明天吧，我现在要去一趟医院。你们的沈总生宝宝了，生了个儿子，6斤3两，母子平安。闻言，秘书笑道：那我要打个电话给沈总，恭喜他。他也想不上班跟着商总去医院探望沈总的，不能，他只是打工人，商总是老板，除非商总主动叫他一起。不过他们可以休息的时候去探望一下沈总，直接去沈总家里也是一样的。商小飞兴冲冲地出去了，公司门口停了一辆迈巴赫，居然看到他从里面出来，探出头去朝他招着手。商小飞见状不着急去开车了，快步走出去。你怎么来了？来了怎么不进去？他满脸都是笑。好友生了宝宝，这是个好事，他现在看到谁都是满脸的笑。我是刚到，见到你出来了，就没有开车进去。
你要去哪里？君然下了车。小军生了，我想去医院看看他母子俩。你来的正好，咱俩一起去吧。不过我们先去买点补品，总不好空着手过去。闻言，君然立即替他拉开了车门，看着他上车。他边回到车上，边问他：沈小军的预产期不是说还有1个月吗？咋这么快就生了？不是君然刻意去记住别人老婆的预产期，是商小飞在他面前说了好几次，他记性又好，不就记住了。海童的预产期是哪1个月哪一天，他都记住了呢。小飞几乎天天都会念叨2次，算着日子，盼着他的表外甥出生。彤彤说他是早产的，具体什么原因导致早产的不知道。彤彤今天刚好要去产检，遇上了小军生娃，他才知道的。好在母子平安，小宝宝出生后送去保温箱观察了2个小时，检查过后说宝宝发育正常，现在已经回到了小军的身边。谢天谢地，母子平安是最好的结果。商小飞笑道：这是好事，我得去医院看看。君然边开车边笑道：那是自然的，咋不见苏南发朋友圈的？那小子最爱在朋友圈秀恩爱的了，天天都要发几次他夫妻俩的日常。今天当爸了，竟然平静得很。君然觉得很奇怪，一个整日爱发朋友圈秀恩爱的男人，在老婆给他添了个儿子后，朋友圈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商小飞没有加苏南的微信，那是好友的丈夫，哪怕他们关系再好，她也不会随便加好友丈夫的微信。她只有苏南的电话，那也是工作需要才存了苏南的联系电话的。苏南没有发朋友圈吗？可能是太忙了，还没有时间发朋友圈吧。商小飞猜测的，压根儿不知道苏南不是太忙，而是陪产了。陪产之后还因为过度紧张害怕晕倒了。这种事情苏南怎么可能会发朋友圈？当然，苏南现在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要到处报喜的事儿，他满心满眼都是他的爱妻，就是小宝宝他也就看了2眼，便又回到老婆身边，喝寒问暖的。